EUV 的这个讯息，事实上大陆官方也有隐隐约约的也有透露，也有讲。可是这一次真正的重点是在于说，中国大陆已经第一次发射出极紫光源这个问题，这个才是真正的突破，是在这里。我想他们这次报道的就在于说，这个光已经可以打出来了。那这个光能够打出来，在大陆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其实，在 ASML 来讲，也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只有把这个光源打出来，它才能够开始做修正嘛，开始做优化，然后让它能够产生非常细的刻蚀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接着就是想办法优化的问题了。所以 ASML 他当然会紧张，那当然他认为说2028年太快了，他的推断是认为2030年，所以他的推断是中国大陆应该是做出来了，但是不会到2028年这么快。中美之间在科技战，我们要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到的是中国大陆它的 EUV 原型机正式的曝光了。西方神话等于破防了吗？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中美科技是否正式进入脱钩倒数，3个火线话题，我们今天会来做讨论。第一个 EUV 一直都被中国视为是，一直被西方视为是中国一直过不去的一个门槛，但是没有想到如今呢，原型机正式的现身了，代表西方神话破功吗？第二件事情是，这个 EUV 的出来啊，其实是在相当艰苦的一个环境之下出来的。几个条件包括它是零进口的，而且是在西方国家全面封锁下，所以出现了这个 EUV。代表说美国的科技封锁制裁是不是失效呢？最后也会来关心，除了 EUV 有这个正式的突破之外，今天我们会来看到算力三雄的崛起，代表大陆已经准备好了要打造完整的红色晶片链了吗？中美科技脱钩是否进入倒数？好，我们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最新的一个科技界震撼消息，而且报道来源是来自于路透社。路透社西方媒体做的独家报道说，中国大陆现在深圳这个地方进行的是一个非常高度保密，而且是举国都动起来的一个超级大计划。这个计划呢，被称作是曼哈顿计划，主导者是这个习近平的亲信，也就是丁薛祥。他们预估呢，2025年初就已经打造出了这个第一台的 EUV 的原型机极紫外光机哦。而且呢，这个消息来源它不是一个概念而已，也不限于过去好像只能做 DUV 而已。现在它已经确定了能够稳定的产出13.5奈米的极紫外光源的一个实体的设备了。大家要知道，这个目前呢能够供应这样子的一个设备的，就是这个艾斯摩尔全球唯一的供应商哦。而且呢，当初他打造这个机器的时候，花了非常大的心力，烧了数十亿欧元之外，2019年花了非常久的时间，高达20年的时间，才在2019年勉强商用出来的这个 EUV。现在看到说大陆不到10年，恐怕就会被反超吗？能够在不到10年的时候就做到这样子的一个 EUV 吗？如果真的成真，也代表正式打破西方认为 EUV 是中国永远过不去的一个门槛。赖老师怎么看？当然这个是一种不具名的一个报告了哈。所谓的报告是说他们采访参与这个极机密的核心人物的工程师，然后他用的是另外一个身份证件，他的诉说。我个人的推断是他要接触到这些工程师不容易。既然是换了身份证，而且身份级保密，而且整个设备都是在严密的警卫的管控下，那这个记者怎么能够接触到这一位工程师？而这位工程师怎么愿意跟他说这个情况？为什么？因为他为什么要换身份证？如果按照这个媒体所说的，他为什么要换身份证？就是因为相当有可能他会牵涉到美国的法律的惩罚或者制裁的问题所以才要换身份证。那他为什么要接受一个采访，去告诉给自己担这么大的风险？所以我想这个报道所引用的，他直接贴身问到这位工程师，我想这是假的。但是我觉得业界里面的消息是真的，也就是说这种传言事实上是真的。也就是说应该有这么样的一个计划，有这样的一个实验室，有这样的一个极紫光，因为这个极紫光的这个 EUV 的这个讯息，事实上大陆官方也有隐隐约约的也有透露，也有讲。可是这一次真正的重点是在于
说中国大陆已经第一次发射出极紫光源这个问题，这个才是真正的突破，是在这里。我想他们这次报道的就在于说，这个光已经可以打出来了。那这个光能够打出来，在大陆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其实，在 ASML 来讲，也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只有把这个光源打出来，它才能够开始做修正嘛，开始做优化，然后让它能够产生非常细的刻蚀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接着就是想办法优化的问题了。所以 ASML 他当然会紧张，那当然他认为说2028年太快了，他的推断是认为2030年，所以他的推断是中国大陆应该是做出来了，但是不会到2028年这么快。因为要到商业运用量产，他的估计是2030年。可是你知道，常常欧美人的估计是根据他的经验、他的知识来去作为支撑的。我记得台湾有一位这个台积电的某创始人他当时也估计这个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要赶上要到5奈米或者7奈米，他认为不会很快，他搞不好认为还10年还几年都说不一定。可是问题就在于没有多久7奈米就走出来了，现在开始往5奈米、4奈米的方向在走，这代表什么？用个人的过去的西方人的经验来看中国问题，常常都会马失前蹄。是。那因此，这位 ASML 的 CEO 他估计2028年可能性不大，2030年可能性才有。那很有可能他也会马失前蹄，说不定不到2028年就做出来了。好，那同样问题，委员又怎么看呢？就是首先是这个报道的真伪性，那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可能还有哪一些技术关卡是大陆要突破的？还很多了，还很多哈。这个目前报道说已经做到13.5奈米的极紫外光，因为极紫外光不是自然界的光线，是人造出来的光线。是，而且它是在真空中把那个锡变成这个气态的小锡晶球，在真空中用雷射照射，使它产生这种波长只有13.5奈米的极紫外光，所以它是一个任何东西都会被吸收掉所以不太容易运用的一种光源但是它可以刻画出什么3奈米、5奈米、7奈米的这样的一个比头发丝还细的线条。它的厉害是在这里，而且非常清楚的显眼。那有关于中国大陆做出13.5奈米极紫外光的这种新闻已经很久了，就是说你这个光线能不能做得出来是第一步嘛。可第二步现在有点比较困难，就是说你要把它收集起来，把这个极紫外光收集起来，然后经过多重镜片反射它几乎不能够任何东西吸收，所以一定要用特殊镜片来反射。目前这套特殊镜片反射的系统能够比较精准，可以到达用来做光刻机的，目前只有一家，叫做德国蔡司光学系统。对那因为美国人不让这个德国卖给中国，所以这个中国有没有哪一家？因为还没有任何消息说中国有哪一家做镜片的、做光学仪器的，能够做到像蔡司这么等级的一个光学反射系统那如果这两个突破了以后，另外的就是精准的这个所谓的机械构造系统，因为你那个晶片移来移去就很精准，咔嚓砰，咔嚓砰，那是一个，那这个东西对中国比较没那么困难度了没那么困难度。最困难的应该是在蔡司光学系统，因为这个光很讨厌就像一个千金小姐一样，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要不然光很容易就消失掉很容易消失，不太容易伺候的，真的不能伺候。然后因为蔡司的光学系统那种镜面反射的做得非常非常的精准，全世界只有他一家做出来。目前还没听过哪一家公司做出来。那如果中国能够克服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今天大家也会特别的关心，就是这一间新凯来了，它能不能自己公布
展出这个全新的来自于国产的光刻机。等一下，请吴老师来带我们看。我们先来看到是确实是在今天正式开幕在深圳的这个展哦。今年真的是盛况空前，来自20国，而且600多家的半导体巨头都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了。这一次根据了解，国际展商的数量是暴增了50%，其中有一些比较知名的企业哦，不管是艾斯摩尔、泛灵、日立或者是住友，但是重点是这一些企业竟然这一次都是变成旁观者，大家也特别在看刚刚提到的新凯莱会不会来发表它的国产光刻机。过去它是生产麒麟晶片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它也一口气量出了它的31款自制半导体设备哦，横跨非常多的领域，包括量测跟科时等等，被视为是一个晶片战争的动员令。吴老师怎么看？因为半导体是个比较怎么讲非常复杂的，我们叫供应链啊，上中下游等等。所以你刚刚提到的呢，有些是产品本身，那就最后制造出来产品。那产品制造过程当中，我们最早还要先设计嘛，在制造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设备，然后设备呢还需要材料供应等等。那你刚刚讲这个，今天正好展开有为期3天这个湾星展，对不对？对，我没念错，没错啊。湾区展，中芯片的芯芯片的芯，对他故意用这个，叫起来蛮有趣的，然后我怕念错了。所以它这里面的，你刚刚提到那个新凯莱，我可能是说讲夸张的，全球第一个跑去单独做报道，因为我正好碰到认识的人啊，所以就去看。那个新凯莱其实是个设备厂，但是他这次我相信他不会公布什么光刻机，因为几乎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大陆有个布局，有个分工。那深圳的新凯莱的目标是做 EUV。就极紫外光刻机，那现在都还没有到这个可以让外界看的地步，才很初阶段。但是呢 ，DUV 就是深紫外光刻机，大概非常确定，就是你刚好也提到那个余亮生，就在上海余亮生，他的工作就是要做这个 DUV。那现在差不多讯息也公布，我也比较可以大胆讲，不然我知道我也不敢大胆讲。他们差不多在去年底今年初 ，DUV 的原型机就做出来。然后到年终的时候，我已经非常确定它是浸润式的。那现在应该是在上海的中心的某一个厂，我猜应该是南方厂了。我上礼拜我还特别去看了一下啊，应该当然我看不到嘛，但应该是在南方厂里面在做测试。那表示说 DUV 已经有谱了，可 EUV 可能还要好几年。那这次那个这个新凯莱愿意出来。把所有这个制程里面的每个阶段的那些设备啊，都拿来展，可能就是要查这个 EUV。EUV 在他们内部叫做这个珠穆朗玛峰这个计划，就是一个最难攻克的一关，这可能还有好几年。但其他的各个不同制程，你刚刚讲什么时刻啊、沉积啊等等这些制程里面的设备都做得相当不错，有的甚至可以做到5奈米、3奈米都可以做。换句话说，就可以做到进口替代，就不再依赖国外的，像是 Applied Materials 啊、KLA 啊、Lam Research 这些厂商，或者日本东京威力，就慢慢取代掉这些进口。那当你有设备的时候，你当然自己的生产就会越来越顺利嘛。因为美国本来的目标就是让中国的高阶晶片在境内造不出，海外买不到。NVIDIA 不卖它，就是海外买不到；境内造不出，就是不让你得到设备。现在它自己有设备了，境内造不出这个关卡就突破了，那这个会越来越快。因为半导体是个非常需要有量，我们讲有量就是你有订单，我就一直生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越来越学会怎么做，就好像家庭主妇，我每天在家做，那我不会做菜，可是我每天都做一道，今天做的不好吃，明天会进步一点嘛，就越来越好吃。其实完全一样的道理 ，trial and error， 你就一直不停的试了以后，你就累积非常多的这个经验起来。所以呢，如果设备越来越齐全，那就是不停去累积经验，只要够勤奋，资金的供应啊，如果国家给点政策，它没有问题的话，它的进步就会越来越明显。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目前为止，大陆的国产光刻机基本上这个 DUV 已经没问题了。那 EUV 可能再等上个几年哦。那3奈米、5奈米马上就也可以制作出来。另外的话，我们也来关心到是说，除了厂商各自的努力之外，大陆也把他们的整个这个晶片站拉到一个国家级的计划。因为呢，深圳也正式宣布了会投资的金额是达到50亿人民币的半导体产业基金哦。那他这边也宣布了会整合全国6大城市，形成一个叫做6大战区的联合作战体系，包括他们也会做一个比较精确，每个城市会有自己的分工。像是画面上我们看到，上海是负责设计，无锡就是在封测，那合肥是在储存，武汉光电等等，广州是车用。如何看这个国家级的计划？岳老师，我觉得这里头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就是会谈到这刚刚吴老师谈到新凯莱的一个情况下。我跟大家讲了一件事情，这2012年的时候，新凯莱原来是华为里面的新
叫做星光工程部，然后呢受到制裁以后呢被强迫，就像我现在用的这个荣耀手机一样。他们基本上的话，就因为受到制裁，所以把它切割出去。就是美国基本上要透过长臂管辖，让这个华为本身分开。那包含了 NVIDIA 的话呢，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那个 GPU 啊，什么华润讯突然之间变得很厉害。那个像升腾啊、910C 啊、910D 啊，也都是华为被逼迫所分出去的。那现在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里面分出去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我自己认识几个华为的工程师啊，他们跟我讲说，原来华为在2010年到之前的时候呢，他们非常相信全球化的分工。那我觉得说华为没有必要什么都搞，只是说呢，华为基于自己的发展的策略要搞。但是呢，这个被分出去以后呢，其实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这个新凯莱跟华为之间的话有技术合作，没有任何股权。在这种情况之下，必须要透过国家的力量，让他们一起共同发力。这个大家可以理解。所以你现在讲到说是上海，刚刚听到这个吴老师提到那个中芯国际，它就在上海，它是负责这个半导体的设计啊什么这边。制造半导体的制造，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啊，就是说要赶上目前为止像荷兰啊、美国啊和日本啊的这种垄断的话，在我跟我自己的学生在一起聊的时候，我认识很多电机学生，他们觉得说是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呢，这个正是因为不容易，所以你这边所讲的问题，无论是资金也好，无论是技术也好，什么分工也好，一定要由国家来领导。这个否则的话呢，几乎不可能。所以说，这种特殊的合作方式，只有在国家引导的方式，那么有资金啊，有发展啊，有人才，反正人事时地物各方面的条件合在一起，只有在中国了，那没有别的地方。要否则的话，他就面对没有办法做出来的命运啊！我不是那么乐观，但是我是审慎而且乐观。我相信一定会像新凯莱的突破，确实是让大家这次声名大噪的原因，也可以大家可以了解到。中国在合作的情况下，确实蛮符合他自己对于自己所约定的这个期限，好的期限。好，这个川普政府他们搞封锁，或者前任的拜登玩这个封锁策略、制裁等等，对华为不断的下手，在晶片领域刚刚谈了非常多。另外，我们也要来关心到，其实，在设备领域同样也对大陆卡脖子哦。那是不是把华为这一回逼成了浴血凤凰呢？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大陆的半导体设备商。接下来说了，第3季开始在东莞要进行它的 EUV 原型机的测试哦。华为接下来有望携手新凯来打造中国版本的艾斯摩尔吗？那取代艾斯摩尔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吗？这个远光放得非常的远。委员怎么看？华为现在靠它的 SAQP 技术，再加中芯的旧机台，刚刚我们讨论做出了5奈米，现在还加上新凯来原型机的测试，能不能够成功？一旦成功，又会影响到怎么影响全球的一个在晶片战的格局？袁，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 SAQP 哈，它叫 Self-Aligned Quadruple Patterning， 它简单讲叫是 Multi Patterning， 就是多重定位技术。我们知道哈，因为如果要做奈米数越小的晶片啊，有的时候要重复曝光。那重复曝光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今天这个曝光，下一次就对不准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影像差，所以你弄出来的频宽就非常的模糊，那就变成不良频了。那如果像刚才律教讲对，如果说它有这个 EUV 的话，它就不需要重复曝光，一次到位啊。那可是你用 DUV 啊，因为光线的波长不同，你必须重复曝光。那重复曝光，现在大陆就想了一个捷径，我很经常用原来的做法，都老是对不准。那这样好，他发明一种叫做多重的这个应该说 multi pattern 定位 pattern， 就是把那个模型架在那边，让你每一次重复曝光的准确度非常的高。这样子，那叫 self-aligned quadruple 的自动4重这个定位曝光技术。这个他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啊？就是说连续4次曝光，它能够定位的精准度一模一样。那第5次就不见得。它目前做到第4次曝光，所以才会叫 self-align， 就自动校对4重叫 quadruple 的4次patterning， 所以它这个技术是华为新凯来取的了哈。那新凯来这个公司啊，有个很独特的地方，它不是华为的公司，它是深圳市政府的公司，也就是华为当时被打得半死的时候。那个华为啊，就把它的荣耀手机厂包括品牌技术，那大陆政府也很好玩，救华为啊，
那就把这个荣耀手机整个由深圳市政府买走，所以荣耀手机是深圳市政府的手机公司。那华为要搞这个所谓的晶片制造设备，那从头有要搞是这样，也力有未逮啦。那这个大陆就安排，深圳市政府 you have a lot of money， 拿钱出来，就是搞这个新凯来公司。那新凯来公司原先是做照相模板的公司，然后表面上这个技术很接近，那其实差很远。他们找了一批人开始现在弄，就发展出 SAQP 4重定位曝光技术。那装到旧机台里面去，竟然可以让旧机台产生5奈米的晶片啊！那《金融时报》还写说它是2成的良率，我所知道的至少5成，没有他讲的2成那么低哈，至少5成。当然，这可能也涉及到不同晶片设计，看做什么用途啦哈。没有说每一次都是，包括台积电说9成，也不是每一次都是那个吃芒果，有时候也会吃到西瓜，这个不太一定啊。所以现在新凯呢，据说也发展出了 EUV 的原型机，当然原型机到量产机是有点距离啊，但至少就是极紫外光做出来的，因为 EUV 跟 DUV 不同 ，DUV 要有很多透镜，因为 DUV 就说紫外光是可以经过透镜来做调整的，我们把它集中透镜在某个点里面做雕刻，但 EUV 没办法，EUV 它经过透镜就不见了，它无法穿透透镜，无法穿透玻璃，波长的关系，然后它的塑造又要从电浆里面去产生，就锡滴，我上次讲过那个锡，把它气化以后。变成电浆体，然后用雷射打进去，效果就像什么？效果就像那个我们平常下雨天有水滴，太阳光一照射产生彩虹，效果是一样。它打进这种锡的滴里面，就产生极紫外光。而极紫外光，第一个不能够通过透镜，我刚才讲过了；第二个不能接触空气，所以必须在真空中用反射镜，它不是用透镜，用反射镜把它集中到一点里面去雕刻。我所了解就是说，他们已经能够制造出极紫外光，但是能不能把它集中到一个光束点里面去进行数刻的动作？现在就是挑战的开始，所以在原型机。那我是这样，我一开始大家讲说EV 啊多了不起哦，我以前是半导体材料公司的董事长，后来并到那个台积电里面去，所以这方面为什么讲出可以讲一点道理？道理在这里哈，因为我是实务的。对，我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啦，我跟你讲，不要讲那么吹牛吹那么大了，真的没什么了不起。它就是煮牛肉面，偏偏我怎么煮都没有人家好吃，就简单讲在这里啊。所以现在看看新凯来能不能做出东西来，那我认为没有什么太难的问题。当然那个刚才讲对，就是Intel做不出来，然后三星也做不出来，那做不出来不完全是光刻机的问题。是制程设计的问题，它只要有一环有问题，整个都挂了。所以不要什么事都怪光刻机。我们先讲清楚，数科设备啦、制程安排啦、这个各方面的控制，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那个我弟弟以前就是在台积电在搞这个出身的。他每次说烦死了，随时都可能出状况，连地震都会出状况，更不用讲说，稍换个模板、换个光照，哇，都会出问题。所以这个制程的工程师很重要，不是机器的问题，是机器跟衔接机器的 interface 才是最大的困难，还是最大的困难那我觉得就是牛肉面的汤头不对多试几次，不然怎么办？你有没有别的办法？台积电就这样，那教授讲也是这样苦练功出来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期待就是 EUV 这一款设备原型机现在是进入测试，何时正式的进入量产，就可以完全的影响到全球半导体的版图。其实美国的禁令不只是现在刚刚我们聊的晶片或者是设备大厂，我们现在来看到在基础建设，甚至在不同的领域上面，华为现在在全球真的是。设备无所不在。我们来看到几个重要的领域，尤其现在看到全球在布局上面，5G 专利，华为现在是第1名的。那还包括它的 AI 晶片、能源系统到军工产品，其实都可以看到华为供应链在这当中做使用。沙烏地的红海新城100%的纯绿能也都是靠华为建设。再来，全球光纤网络设备，大家有想到吗？市占30%，全部来自于华为那所以它早就已经是可以算是全球级的基础建设了。美国还封得了吗？赖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很困难，因为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跟这个创办人啊，他们的领导者的个性有关。就是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大公司在一个整个国家用它的整个国家力量，还要动用它的全部的外交资源，还有经济跟科技资源来去打压一家公司。那有很多的领导人他撑不住受不了，他就投降，那当然他就垮掉了。可是华为不是，华为的领导人啊任正非，他的风格个性，你看他是非常谦虚人，他一直在强调他什么都不懂。其实这样的一个人领导整个华为，我觉得他的精神啊把整个华为撑住了。所以当美国用的各种办法，甚至打压外国人说不能够去帮助华为啊，不能够跟华为做生意，这是美国得罪全世界的人。但是并没有把华为打趴。华为其实最著名的当然就是手机了，因为它原来是美国要把它打趴的其实是通讯，也就是5G，啊，原本美国的发展中没有5G，由于美国没有5G，而中国做出来了。那时候全世界能够做出5G的没有几个国家嘛，一个是中国大陆，一个我们都知道就是欧洲的啊2个公司，总共是3家公司能够做出5G，美国没有。美国没有怎么办？打压华为，但是问题就在于没有打压成功。华为5G您刚提到的专利最多，现在已经是5.5A 了，5.5A 已经在大陆已经全面铺开了，10倍数，也就是比5G 现有的还在加10倍。其实台湾都算落后的。我们自己上网，我们都知道，我们下载一个影片要花多少时间。像我自己本身下载一个我自己做的视频要花多少时间？我在大陆一下子就下载完了。不到几分钟，啊，有的时候秒来计算，可是我在台湾要用几十分钟来计算，那你就可以知道我慢了，因为我都必须在那边等，在那边看着，可是我在大陆，我这边一看，哦，我这边做完事上个厕所回来，下载好了，出去了，那你想想看，我节省时间，科学家节省时间，研究单位、工程师、企业节省时间，华为的影响力有多大？现在华为6G 已经出来了，专利它拿1半以上，所以您说依赖，第一个6G 以上的专利依赖华为，还有海底电缆。海底电缆目前来讲，华为的市占率在全世界哦，它不只是中国，它是全世界市占率30%以上。然后第3个就是所有的从4G 到5G 到6G，华为的设备是可以升级的。那这个对于很多国家来讲，投资下去的话，它就要改几个组件，它就能够升级了。这个也依赖。更重要的地方就是消费者的终端的产品。对，终端的产品不只是手机了，您刚刚讲的路由器也是，它也可以做。它现在是平板电脑也做，而且最重要就是它的鸿蒙系统已经可以跟安卓系统，还有跟苹果的系统开始并驾齐驱了。现在的它的鸿蒙系统还可以用在 PC 的这个部分，其实这个已经开始在挑战谁呢？挑战 Windows 了。所以我们看到华为，它基本上你已经打不倒，而且无可取代，因为它的产品太多样化了。问界更不得了啊！问界现在是全世界最高端的电动汽车。那你想，它把整个网络、整个都跟电动汽车融在一起。我个人认为华为打不了，是啊，它的产品多样化，然后它渗透力太强了。好，不过我们也看到华为它的产品多样化渗透到全世界，这背后当然也是关键，就是靠他们的背后非常厉害的这些人才。其实现在在中美这个竞争之下的格局，最新川普又祭出了一个针对人才的最新限制，也就是说，未来针对这些国际学生、国际人才，尤其是大陆跟来自于香港的学生，他们在签证上面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以后都要做更严格的审查。川普这样形容，他说这个叫做科技渗透，他要把这些全部都清除掉。另一方面，华为则是不断的在扩增它的人才哦，这是祭出这个高薪，说年薪动辄一进去就有100万人民币起跳。那挖掘的人才，从台积电这边3倍挖角，也挖南韩的人才，也挖艾斯摩尔的人才。黄仁勋现在很紧张，他说 AI 产业里面有1半其实都是华人，他说我们是靠全球华人起家的。克鲁曼经济学奖得主怎么说？他说：“川普，你现在封锁这些留学生，叫做自毁美国的软实力。”聂老师怎么看 ？OK， 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叫《强国需要强 AI 孩童教育》。人才嘛很重要，甚至要从小培养起。如果你到过美国看过 Google，
好，看过 Apple 它的厂，它不管是font size 很大，然后很漂亮，最主要你走进去发觉每一个都好像很厉害的样子，那叫人才。你到华为也是一样，它一样厂很大，人才非常多，那种真正的科技博士非常多，而且中国现在像 recruit 全世界人回去，就是真的要人才，而且基本上都是资通人才 ，IC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我今天就要拉回来了。我讲不好听，华人全世界当然四海都是华人，但是华人人才之多啊！你到美国去看 NASA， 你去看那个我们讲东岸，就在华尔街 Wall Street 也很多华人，西岸矽谷里面很多工厂华人。我有一个博士生去年毕业的，他就在这边设厂，他请的 Stanford 毕业的大陆人，很厉害。他们那种华人之优秀，反应之快啊，不是你能想象到的。你看美国东岸华尔街，西岸矽谷。人才为主，现在川普，我觉得他打自己脸，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竟然要把这些签证赶走。当然，他讲了3个理由，最后一个理由比较他比较害怕叫国土安全嘛。但到底这个签证封锁这个人才之后，他们这个国家怎么发展？而且全世界开始要人啊，香港科技大学啊，很多学校都要，东京大学也要啊。所以人才之国。那现在再讲一下华为，你刚讲华为人才，那华为人才济济哦。我讲华为这个资通科技真的很厉害。他在2011年、2012年这个时候，那时候我也常在一个电视在讲，他在并美国的路由器的时候，奥巴马的时候全部挡。奥巴马是一个政治文，就很害怕，你怎么一直要买我们的东西？才知道这2家公司，那个叫中兴，少康中心那个中兴，这2个一直在并购他们的资通科技，他们就在做资讯。你知道网络走到这时候，中国已经走到了一定的 level。但这时候他们绑不住，然后当时换了川普上来，在2016年开始，2年后打了3.8法案之后，就是在打华为。你知道到拜登的时候，华为禁令总共3波，一直到2019年底，他把华为是无洞可钻的把它封锁住。可是华为为什么厉害？因为他做到了2014年，已经让他的服务和出口到全世界已经第1了。中国趁势追击，就是他的人才或者这家公司人才造成这家公司告诉中国制造2025，它的10大未来科技，第一个叫新一代讯息。新一代什么意思？就当时的4G，刚刚讲到的，美国只有4G，要跳到5G，甚至它已经有6G 的膜，所以它叫新一代讯息哦。第二个就是航太就是天空飞行的东西啊，包括飞机，包括他们登陆这个月球啊、嫦娥啊这些神舟。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它这个所谓的人才治国，造成了你知道华为的东西啊，它的新一代讯息，它已经高到了这样一个 level， 所以。当中国开始做中国制造2025的时候，就背上华为，它在从它的人才所做出的一些模板，开始做了它的未来科技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会害怕，也就是美国，你看刚开始在针对的是谁？刚开始打的是中兴2008，后来打华为。我那时候也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中兴不是重点，最后一定打华为，就真的就打到华为。而且我跟你讲，他们这2家是资通公司，还有一家会 back up 他们的，就是在浦东的那家叫中芯半导体。我刚刚讲的张如金也是被卖掉股票到大陆去的，结果我们蔡伟一样当科技董事长的，过到那边去了。你知道这个他在 support 他们的晶片，这时候他们当然自己有在做一些他们的研发，重点都是人才治国。我学生讲过一句话啊，我就结束。那个学生讲他在矽谷跟大陆合作的东西，他发觉中国很怪，即便是大学毕业，交大的或哪里毕业。很怪，他们只要你说，你帮我做出一个东西，那我薪水给你高一点。中国很怪，就会做出来。这我学生讲的，他们就会做出来。所以中国现在我发觉他们人才真的就是真人才，不是说学历高，像我们拿了博士才人才。我拿了博士，我不一定是人才，那是真的人才，你知道吗？是。所以我觉得他们不照进，低调的做法，我跟你讲，会越来越厉害。中国半导体现在要新的一个突破破局了吗？新凯来这回高调的对外亮相，阿里山晶片也剑指全球的霸权国，美国这回还能挡多久？新凯来的目标要取代艾斯摩尔，成为全球的新凯来，真的能够做得到吗？今天都会一次的来做解析。我们先来特别关心的是，一向都非常低调的这间新凯来，它其实是中国深圳半导体的一间企业哦，这一次不再沉默了，出现在这个 Semicon China 的展会上面，推出它的新款设备了。这款芯片叫做阿里山，根据了解呢，是能够支援5奈米的一个制程的，被视为对全球半导体霸权的一个正面对决。
新凯莱现场，我们看到是只有一些照片啊，还有一些的模型，是没有实体的设备机器放在现场的。但是根据了解，短短4年之间，已经成功研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这个就是300毫米晶圆的28奈米光刻机，让人惊艳。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做关注。目前其实如果来看整体来说，中国大陆对于国外的这一些光刻机设备的依赖设备程度还是相当的高的，正在致力突围。那么去年根据统计，Sammy 的统计，中国半导体设备采购额是320亿美元，全球现在占的市占大约是28%，自己使用国内的这个渗透率其实是不足够的，目前只有15%而已。而如果未来新凯莱加入的话，预估就可以带来更多的一个国产化的使用率。日经亚洲这边也特别做了一个分析，说现在新凯莱还另外一头跟华为展开了合作，希望能打造的是中国版的艾斯摩尔哦。那么希望能够打造完整的国产晶片整个生态系。新凯莱的野心当然不止如此，他现在还立定了目标，未来3年内他要设他的研发中心在10个以上的城市，包括了在欧洲跟东南亚，希望都能够设立技术的服务中心。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赶快来看新凯莱目标3年全球扩张版图，艾斯摩尔它的独霸的光刻机时代是否可能要结束了？短短4年间而已，这家新凯莱到底有什么杀手锏？上次哥怎么看？哇，新凯莱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全世界非常非常瞩目哦。那首先跟先前 DeepSeek 一样，DeepSeek 刚推出的时候呢，大家对它背后的这个换方公司是搞不太清楚的，因为它过去就不是活跃在这个市场上，甚至不被关注。乃至于同样的，对于新凯莱背后的实质全部的它的股东跟资本的构成来自于谁？这些技术究竟是怎么形成？要知道，要做出一个光刻机，真的很不容易。它必须有累积非常多的知识，它本身所涉及到的。从我们艾斯摩尔来看，说过去它28奈米的光刻机里面也是几十万个零件，所以而且零件来自全世界，所以怎么做到的？目前为止，再加上它这一次，就像刚刚是你所提到的，它其实并没有把那个光刻机扎扎实实的摆出来，但是呢，让你看到所有这些图片跟很多的技术说明，因此看起来是其来有自的。而且我们对比前阵子艾斯摩尔非常的焦虑，那么对于他们自己本身受制于美国的压力。吵着甚至想要离开荷兰啊，对，那艾斯摩尔的焦虑非常大。对比新凯莱的推出，当然要知道艾斯摩尔在全中国有2000多人哈，他们的总部有一个维修为主的总部在那里，怎么可能不会对中国大陆光刻机的发展状况没有掌握呢？也就是说，艾斯摩尔当然不可能不知道新凯莱像这样子有人在做光刻机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目前为止呢，还是有一个云里雾里在看。但是就目前我们看到，在全世界在评估这件事情跟过去不同，特别是日本方面哦，日本方面是很有能力来评价光刻机的能力，因为他们自己本身 Canon 跟他们其实还有2个光刻机的技术，现在也在中国大陆想要推，都能够做到5奈米、3奈米甚至2奈米哦。但是事前你目前没有看到太多对新凯莱非常武断或不利说假的啦，不可能，没有。台湾有，但是国际间目前还没有。主要就是说，现在很重要，新的光刻机出来，刚刚提到了300毫米的28奈米，这个向来在全世界光刻机跟奈米晶圆技术发展就是一个天战一个门槛，你能够做到跟跨过去，就表示你后面往更先进制程的方向就是有机会。所以呢，众所周知，现在28奈米的光刻机其实已经做了，现在已经有人在用了。但他只是没有大张旗鼓的自我宣传。目前为止，大家并不知道有几个疑点。第一个，新凯莱在这次里头的专利技术，要知道过去专利技术当中很多东西都是美国跟欧洲的，即使你一些零件都是专利技术，他们有用多少，还剩下用多少欧美的专利技术呢？还是他们这个光刻机已经全部绕过专利技术了呢？目前大家雾里看花，并不知道。如果现在新凯莱专利技术完全绕过美国现在为主的专利技术的话，那真是吓死人啊！是他的意思就表示，现在看起来有点暗示这样，就表示后面它的产业链，无论我们所熟悉听到像台积电这种显像剂、光刻机的部分的除程的好多，从上游的到下游的应用技术，它如果都绕过欧美的技术跟专利前置的话，
它真的可以建一条全部自己的中国产业链，完全不受制于国外。那么都知道，其实现在他讲说，而且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市场。我们听到他说，研发在3-5年之内要在全世界10个城市设立研发中心。各位，这个研发中心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要跟客户一起研发晶片。我们知道你能做出光科技是一个概念，另外你跟客户一起思考做出什么东西，因为这里有很多，比如介大使这边，他是另外一个客户，他有特别的 AI 晶片的设计，这个晶片设计就会用到光刻机会有调教的问题，所以研发中心在全世界为什么在做？他不是在做销售，就是他要跟不同的客户研发他的需求，为他量身定制。这次新凯莱也正式宣布，他说他们有跟客户一起研发调整的能力，所以这就不是做一台光刻机，大家照它用，表示它的能力比光刻机更厉害，可以跟客户一起研发，跟调教光刻机。所以这次新凯莱虽然就是这些它宣示的东西，可是呢，全世界真经四座就在于，如果这是真的，如果它绕过欧美的技术，如果它未来可以跟所有的客户，特别在 AI 晶片一起研发，做出他们要的晶片。那这个东西可能就虽然距离欧美，包括台积电、联电啊等等的英特尔部分，可能距离就大大的缩短。那现在大家最主要，各位要记得哦，产业链。如果中国大陆他们变成全产业链跟华为一起，真的就做到了，不需要外国的显像器，日本的、欧美的都不需要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一旦做出来，就可以一直做，在中国大陆就可以快速的。接下来再推展，包括他们的设计晶片、生产晶片，乃至于给欧洲生产晶片，跟其他东南亚生产晶片，就可能会打破。现在美国正在想办法，要把最先进的晶片拉到美国境内生产的一个大战略。所以新凯莱会不会像 DeepSeek 当时一样，一推出就把辉达这个巨人打下神坛？到现在为止，辉达没有办法恢复。新凯莱呢，后面的状况真的是举手投足之间，都将对全世界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好，这是整个全球半导体这个全新的革新哦。未来这个先进半导体甚至都可以在其他的国家客制化来特别做生产，这不是不可能的。这样看起来，是否美国晶片的霸权有可能被终结？介大使怎么解读？美国晶片霸权正在一步一步被崩解嘛？对，就是中国大陆的把美国霸权一块一块把它敲碎啊。那这个，所以美国的霸权被中国大陆追赶或把它打破，只是时间问题。因为我们比如说啦，现在美国事实上那个晶片霸权啊，其实是他自己的感觉良好。晶片的霸权在台湾，不在美国。那晶片霸权在荷兰，也不在美国。是。晶片的霸权在日本，也不在美国。晶片霸权在德国，也不在美国。美国的 Intel 已经挂了。现在是要靠一个台湾台积电的工程，台积电的一个里面出来的这个高层人员，跟台积电公司一起去救他。美国哪有霸权？美国这个霸权是慷他人之慨。我刚刚为什么说荷兰 ASML 是荷兰的？这制造晶片所谓的先进制程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工具，一个设备。然后呢，光刻胶所有的涂料是日本的东京电子，对不对？然后呢，德国的你这个光刻机最重要的镜头是德国莱斯的这个徕卡的，所以美国有什么？美国没什么啊，对不对？美国那个基本上关键都不在他手里面，那他只是说用他的这个拳头哈，这个流氓的这个做法啊，把这些东西哈就常被管辖，不准人家卖给中国大陆，因为他现在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晶片霸权其实是怎么样？是让你做不出来，让你买不到。那现在中国大陆说，我买不到，我就自己做啊。那你自己做的话，你要设备，最重要的设备，光刻机是一个重要设备。所以中国大陆老早就在生产了。那事实上就在制了。那上海微电子不要讲，上海微电子事实上有差不多20年在做光刻机的一个记录了哈，一个历史了。然后这个东北的哈工大也有在生产，对，他们去年也有很多这些专利的申请，让人就觉得哈工大在光源的部分已经有了突破。光源，因为你光刻机是用光源来照射嘛。那这个上海微电子有说已经做到差不多
48奈米啊，这个光刻机的。那这一次的新凯莱是一个新公司，也是在中国制造光刻机里面算是一个新公司，后来者，它后来者居上。它成立是哪一年？它是2021年4月在深圳成立的，到现在差不多4年啊。4年。那它为什么最近突然出来了？其实它是闭门练功4年。然后呢，这一次在上海啊，上个礼拜刚结束的啊，上海的 SEMICON 就是中国的电子展啦，啊，就跟我们台北电子展一样哈，在上海他租了很大的摊位，然后展出了31项他的产品。那当然它都没有实物，它都是什么？要不然看板，要不然模型，31项，这里面就有光刻机。他讲了我光刻机的，我是 DUV 做28奈米的，他就自己就公布了，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就是说，他已经等于说，外面也传言他的机子已经跟好几个公司，包括华为都已经在进，包括中芯半导体啊，都已经怎么样？都已经交付，让他们再怎么样，再调教，在这个在试用阶段，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事实上的话，这个等于就变成这个新凯莱高调的，他就告诉你，我光刻机做到28奈米，28奈米有一个什么意义呢？也就是成熟制程，成熟跟先进制程分也是28奈米嘛，对，28奈米成熟制程，中国大陆会把它做成怎么？做成白菜价，因为去年中国大陆买了340亿美元的所谓的芯片制造设备，这里面光刻机就买了40几台，40几台我一价算它2亿的话，那就将近100亿都花在那个，当然还有其他的设备啊买了啊。那美国现在对中国大陆已经到手的光刻机啊，它还继续追杀哦，你买了还不行哦。美国现在跟 ASML 讲说，你所有的维修跟零件补充零件，你要给我切掉，都不能再进行了，不让你切了。所以美国知道啊，我这个先进制程呢，我现在可以还挡你几年。那问题就是说，这个成熟制程，你现在你手上中国大陆有全世界可能为数最多的光刻机都在中国大陆，要做成熟制程的话，那就把你做成白菜价很简单啊。所以现在就是说，中国大陆事实上已经在一个一个赶上去了。那现在我想，你比如说我们从食品来讲的话手机的核心的处理器，麒麟9000、9001，中国大陆自己生产了，对不对？那你今天华为的手机没有智能手机继续在市场上发光发亮，有用到你台积电的这个晶片吗？没有啊，7奈米的没有啊，自己做了。然后呢，华为的升腾910C 自己做了，这个是 AI 晶片，跟美国跟这个 NVIDIA 对干的也做了。然后现在你把华为的这个作业系统，手机的作业系统，不管是这个Android 还是苹果的系统，你都要拿掉，华为自己的鸿蒙系统不做了。所以美国的这个霸权一个个被中国大陆公布。现在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就是光刻机啊，光刻机都做出来了，那还有什么就不能做出来的？是。所以呢，现在只是新凯莱它公布了，上海微电子它没有很明确的讲它到底做出来。哈工大它是因为它在光源的部分它有这个申请一个专利嘛，所以大家哈工大有突破，所以中国大陆正在一个突破。我想本来有人说是不晓得几年5年6年从美国开始对中国大陆打这个晶片科技限制战的话，现在也不过差不多5年嘛，是5年大概已经攻掉多少？我认为已经攻掉80%了，是还有2成，就看几年嘛。是好，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一路的从28奈米，从这个成熟制程一直往先进制程的方向都在做努力了。现在美国当然很着急了，尤其在成熟制程部分，他想要给它封到底。所以现在呢，最新消息传出来了，这是来自于日本媒体的报道，美国的大厂格罗方德呢正传出和联电有可能呢现在寻求合并。当然联电已经否认了，但是这个消息传出来，或许也不是空穴来风，激励了联电 ADR 早
盘先是股价飙涨了12%。那两家公司如果一旦合并的话，带观众朋友来看到这个全球晶圆代工市占率，两家会超过9%，那么就会超越了三星跟现在排在第3名的中芯哦，成为全球的第2大晶圆的代工业者。那美国也就能够获得足够的成熟制程晶片和大陆来做抗衡，这样子做就能够挡住新凯来加华为掀起的这个中国半导体的革命吗？华刚哥怎么看？我觉得完全不对了。你要知道，联电跟格罗方德，你知道格罗方德它的市值多少？格罗方德是全球第5大，市值204亿美金。那联电是全球第4大，虽然市值比较低一点，是169亿美金，但我们不是从这样来排名的哈，就是说，反正现在联电是全球第4，格罗方德全球第5，但是他们两家的同质性太强了，他们都是成熟制程晶片的代工业者，对，所以他们并不是创新者。所以你说格罗方德跟这个那个联电合并之后，它的全球市占率达到9%，那又如何？你没有创新啊，了解我意思吗？所以这件事情哦，在就是业界哈，不是今天才出来的，是他2年前就已经在讲，后来没有下文。为什么？联电自己要想啊，我跟你合作，那我今天得到什么好处，对不对？那联电老实讲一句，还没有到像美国要求说到那个对到他们国家去生产，还不到这个地步。可是我们就是合并，就是变成规模大了，没有互补性啊。我们虽然有一些市场竞争力，但不能创新。在这种底下的话，为什么我联电要去跟格罗方德合并？合并的结果对我联电会比较有好处吗？可是对格罗方德绝对有好处，你知道为什么？格罗方德是美国公司啊，只要你联电跟我合作的话，我就可以从地缘政治上讲的就是中国啦，防堵中国是哦。我们两家合并之后，你看全球市占率达到9%，我们美国有足够的高阶晶片，那我们这样子的话，以后就等于打遍天下无敌手了。这是美国人的理想的幻想，所以在这个底下，我觉得说，你说格罗方德跟联电就说联合起来成为一家公司，他们的市值可以可能这个上好几百亿美金的话，那将来就打遍天下无敌手。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所以将来我觉得说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台湾自己国内也知道这件事情，美国自己本身财政部也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们两个能不能真正合并成为一家超级规模的晶片代工的成熟制程的公司，我觉得离台积电去美国这一条路是2个完全不同的模型，可能还是为时尚早，而且也没有办法跟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华为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产业消息，现在要来看到的是这个美国封锁能够摧毁艾斯摩尔还是反助攻呢？艾斯摩尔有没有可能真的出走到欧洲？能够去哪里？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是中国的这一间厂商新凯来能够挑战艾斯摩尔成为光刻机的新霸主吗？先来看，这是经济学人的报道说为了要遏制中国发展 AI， 美国已经禁止艾斯摩尔向中国出售最先进的设备。这一次，艾斯摩尔执行长真的可能是真的忍不下去了，他就出来公开向这些欧洲的政策的官员们喊话，直言说：你们欧洲必须自己决定些做什么，不应该总是受制于人。如果官员不支持欧洲的这些领先公司，这些公司可能也不会想要再留在欧洲了。但是现实是，这个欧洲国家，不管是艾斯摩尔这些公司，确实内外现在都面临一些困境。这个也是来自于经济学人做的内外困境的分析。第一个，对外，他们要面对的是中国大陆的成熟制程现在产能过剩，所以他们对于半导体的这些传统的设备的需求已经下降。再来，艾斯摩尔另外还要配合美国的禁令，无法销售先进的 EUV 给中国，也都重挫了艾斯摩尔自己本身，导致他们在看2025年的营收目标的时候，他们是做下修了，股价因此跟着暴跌了大约20%。好，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请上志哥继续带我们看，川普对中国大陆的这个科技的封锁越来越强烈，艾斯摩尔有没有办法自己解决这些内忧外患，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所有的一些特别的行为都要看时机点。艾斯摩尔的执行长福克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发难了？那当然我认为有3个主要时机点。第一个部分就是在于最近美国跟欧盟之间的关系真的不太好。对。那在先前来讲，美国跟欧盟关系感觉还不错的时候呢，各方面的施压，然后到艾斯摩尔他只能硬吞。但是现在感觉他有点松动，他至少赶快趁机表态一下。但他的表态也不是假的，是真的。因为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整个艾斯摩尔的股价从原来800多块欧元到现在跌到600出头欧元，跌了15%。而且刚刚提到2025年今年预估跌1/5，好，继续跌到25%，是。所以这个东西怎么办嘛？哈，所以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这第一点。第二点的部分，我觉得还是在于。对于都知道现在有关 EUV 艾斯摩尔已经生产出最厉害的、更先进的 EUV， 卖不出去。除了台积电、三星在买，中国有那么多想要买的，你知道这个研发盖出来花很多钱。对，我这里要特别补一个最新的消息我们在台湾当中，我们都知道台积电的龙头研发龙头之一的蒋爸、蒋尚义，还有包括林本坚，他们最近在刚刚前2天的一个公开座谈当中，特别提到中国大陆应该在5奈米之后的开发，有可能走自己的路。而且有可能就会快速的，虽然不是超车台积电，但是会自己做出自己的光刻机所以是我们这边自己的科技大佬特别讲的 DUV 吗？对，就是在5奈米之后的应用啦，这光刻机会造出来所以呢，现在等于就是说，这艾斯摩尔怎么会不知道呢？所以对于现在中国大陆发展自己光刻机那个部分的逼近感，他们一定有最先进的情报。为什么呢？因为艾斯摩尔在中国大陆的员工有2000多人，那现在来讲，他到底能不能走？他现在在喊话欧洲，他受不了了。那走去哪里啊？艾斯摩尔是这样子，它全球呢在60个据点，有16个国家，员工大概有3万多人。早先都曾经他跟荷兰政府吵得很凶的时候，他就吵着要去法国。可是他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你绝大部分研发中心就在荷兰的这个恩和芬小镇里头。不过呢，我看到欧盟有一些的一个评论报道，认为艾斯摩尔还是有认真在准备，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个非常全球化的公司，而且现在荷兰就是在看起来就是听美国的。可是呢，法国没那么听美国，英国现在跟中国的关系比较不错，也就是说，当他也不是整个公司搬走，如果跟台积电一样，他可能就做一些拆分，比如说他的经营总部跟缴税，如果移到法国跟英国，并不是不可能。而且我相信艾斯摩尔现在在看情势当中，确实也得要为他最大有利点。我举例，比如说他真的搬到英国或者法国，可能他的股价就回来了。那这个部分的可能市场的直接性，相信是艾斯摩尔现在正在认真考量的。好，这个可能搬到其他的国家，英国跟法国有没有可能？我们后续会来持续的做观察。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中国大陆在科技上面的崛起，我们要持续来看到。今天带观众朋友来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一间公司了，成立只有4年的新凯来，成为 Semicom China 2025年这一次这个展会上面的一个亮点公司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首次公开展示了他们的超过30款的自主设备，特别带观众朋友今天特别来看到的是这个28奈米及300毫米晶圆光刻技术，说已经能够跟世界领先的设备厂商来做竞争了。那它的这个中国的科学院也成功研发出了新的一款 DUV， 那可以发展3奈米制程。静文总编怎么看？新凯来有没有可能成为继艾斯摩尔之后的另外一个大黑马，甚至取代艾斯摩尔？野心再大一点的话，中国大陆这几年积极发展半导体嘛，当然这个光刻机是它必须要突破的部分，尤其是美国夹的一些这个技术优势，其实卡了这个阿斯麦尔他的脖子，就迫使阿斯麦尔在中国的一些商业运作来讲遇到很大的困难，也让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制造其实也深受卡脖子之苦但是这1年多以来，其实大陆相关厂商在这个方面的发展，慢慢举出一些成果。比如之前刚才有讲到，中国科学院之前有公布它这个 DUV 部分的技术，好像这个非常有良好的这个前瞻性，尤其是它这个所谓的这个 DUV， 好像原型机，好像已经问世或者已经达到某个这个技术水平。那另外最近在半导体展会的那么新凯来公司，它在这个会展里面虽然没有展出所谓的光刻机实体，但它部分的一些重要的技术，其实在这个展场里面有进行公开，尤其是5项
这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而且这5个领域都是以山来命名，包括武夷山啊，包括这个甚至说峨眉山，还有我们台湾的阿里山，都包括在内，用于展示它像沉积，还有化学气象沉淀、物理气象沉淀等等诸多重要领域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那从它的这个各个领域获得突破或者有一些成果，可以发现，它确实解决了像未来像它所号称的 EUV 光刻机里面重要一些技术部分，它有实际获得一些突破，有展品，有展出它技术的相关的一些数据等等。因此，就这个观察角度来讲，它确实是一步一步向这个 EUV 这个部分，特别是成熟的 EUV 技术。或者推出 EUV 的这个机器来迈进，但它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认为可能还要时间来证明。尤其是他宣称，他第一台这个 EUV 可能这个今年的第3季就会出来，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第3季他到底拿出什么样技术水平的 EUV？是真的可行吗？我觉得届时很多谜题就会有一个比较更清楚的轮廓和答案了。那将军，美国的封锁到底有没有用哈？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喝牛奶，不要自己家里头养一头牛嘛哈。可是当人家这个牛奶不卖给你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还真的非去养一头牛不可哦。我觉得中国现在好像就面临这种情形。那上次 DeepSeek 出来的时候，这个美国自己也承认一件事情，说 DeepSeek 事实上是被美国科技制裁所逼出来的。是，因为你不卖给他这个高阶的晶片，那他又要发展 AI， 你逼着他用低阶晶片去设计出来这种 DeepSeek AI 的这种功能哈，这是被逼出来的。我觉得人到最后都是这种情形啦。那当然，所谓光刻机有没有这种成功的机会？理论上面其实大家都懂哈，不是很难的，不是很高深的学问，只是说中间有很多的技术，有很多的专利。那以前来讲的话，当然中国我可以买到晶片，我就不需要在这方面去做发展的了。那现在来讲的话，我们都知道。所以光刻机是什么？就是极紫外 DUV 跟这个 EUV，就是深紫外光机跟极紫外光啊。什么叫紫外光呢？我想说女生应该都知道哈，就是我们防晒的。那太阳里面有紫外光，对不对？好，这个对眼睛来讲的话，白内障。那太阳光里面有一部分就是紫外光，但是紫外光它的波长很短那你要想办法把这个波长短到。就128纳米以下，它才可以。因为平常我们看到的这个紫外光眼睛可见的，大概都没有到那么这个波长都没有到那么小。你要做到那么小的波长，我们讲说深或者是极那这个波长就要到128纳米以下。那怎么样做到128纳米以下？你就要用这个所谓的氟化铯去这个。激化它，让它放出这种光子出来，再去打它再加上你那个镜片，所以很多做镜片的公司都有发展这种光刻机，不是只有艾斯摩尔啦。我们知道，包括日本的尼康这个他们或者是凯诺，他们也有做紫外光机，因为他们也是做光学的。那现在关键就是说，你技术理论都知道，但是有些这个角度，比如说是空气之中，你应该保持纯净无瑕的空气。然后你做出来，当然你做出来或许可以做得出来，但是你的良率怎么样？这是一个关键。你可能做得出来，可能良率不见得高。但是我觉得，当这个所谓新凯莱公司，它已经现在可以发展，它自己可以设计出来，现在可能只是 DUV 而已了。可是我个人是很怀疑为什么呢？因为前一阵子我们去年讲说，这个华为它那个新手机说7纳米、8纳米，大家都一直猜测你这个晶片从哪里来的。当然，他一直一直不愿意说是很透露出来，那大家不停的猜测是不是从别的国家偷卖进去或怎么样？但是会不会就是新凯莱他们自己已经有这种技术，只是 DUV 一直不断的，就像是我放大再缩小，放大再缩小然后做出来比较这个到7纳米。那如果说是28纳米可以做出来，它是成熟制程跟先进制程的一个关键点。那会不会后续来讲，它有可能做出这个 EUV？那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我觉得这也是一样被逼出来的。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是 AI 的晶片大战，现在全面引爆，在川普的这个封锁 AI 的禁令晶片之下，中国逐渐的去辉达化吗？欧洲接下来可能自立门户吗？辉达快被自己的国家给玩死了吗？这一集我们都会一起来做解读。我们先来看到最新的消息，这是辉达执行长5月30号，他特别在华府的一场科技论坛中发表他的看法。他说，美国跟中国 AI 领域上的竞争已经非常接近了。他说，这是一场长期无限期的竞赛，我们将会竞争很长一段时间。他也特别提醒了，中国现在并不落后于美国，语气悬殊的背后，就是因为川普正在秘密的筹划，接下来他可能要砍掉原本拜登政府针对 AI 晶片做的3级管制。他说，接下来要用国跟国之间的这个谈话来决定是否要做晶片上面的出口。现在说呢，这些原本被限制的国家，就是第3级的国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像是中国就没有差，反正本来就拿不到晶片。但是欧洲国家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了，因为现在说呢，这个卖给各国的晶片，尤其是特别讲到这个 H100同等级的晶片，可能从每批1700颗正式的下降到只剩下500颗了，几乎打了对折。那么接下来，如果欧洲国家他们买不到晶片，可能买不到辉达晶片，可能就会转向其他国家，甚至自己来自产吗？那我们也看到了近期法国总统马克宏他急拉台积电去欧洲来设厂。有人解读说，他也是为了随时备战来做准备。所以节目一开始，请教委员怎么看这个？先看黄仁勋他高喊的“中国不落后”，他这么喊的目的是什么？再来说，川普限制 AI 晶片的出口，是否会逼出欧洲国家自产出欧洲版的辉达晶片？委员怎么看？我们要面对一个很客观的现实哈 ，AI 其实不是什么神秘的科技，而 AI。在很多国家里面，有很多人不断的每天每夜在发展，啊，你说中国大陆只有一款 DeepSeek 啊？不是但好几款 AI 大模型，而且有很多特用的 AI 的系统，比如说盘古模型啦、什么天问啊，一大堆的。那中国大陆这么做，美国也是一样。相对的，日本、韩国、欧洲就比较冷清一点，他们可能在这方面比较设计本身比较跟不上。那系统没有，晶片设计就会落后。那你晶片设计落后的是，如果再这样制造落后，那问题就会重重。现在中国大陆是在制造落后，不是在晶片设计落后，也不是在 AI 模型上落后。因为本来我们也以为它落后，就没想到跑来一个 DeepSeek， 跑了 DeepSeek 完了以后，又跑了阿里巴巴的 Quark， 让他眼睛都已经为之一亮天天都在掉眼镜，而且它的效率都非常的好。各种测试也都能够跟 GPT 来竞争啊。那我们问一个问题科技事业毕竟就是盈利事业，一个不赚钱的科技事业是很容易被淘汰的。那如果说辉达本身受到行政干预、政治干预，不能够去销售到它所要销售的最适生产规模，那它的研发费用是吧？你政府会给吗？当然不是嘛。你必须用研发费来养自己，让自己不断的升级上去。它是有一种产品辉达最大的问题它就是用产品，它是一个单一产品的产业。它的竞争对手华为不是我这个也赚，我那个也赚。华为连什么都赚，对，连那机器人开矿它都赚，大家都不晓得那个很赚钱所以他可以赚钱的事业群就20几个，用这个来供养他 AI 的晶片的设计跟发展，这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得到，华为今天推升腾 Ascend 910A， 明天就出来 910B， 现在 910B 已经卖到缺货了，马上就要推 910C， 还宣布说我们 910D 已经设计完成了，这个代换的速度很快，就是它的研发费用非常庞大。它研发费用资金哪里来？不外乎说其他部门盈利事业赚的钱来供养这个部门，要不然就是政府给钱。但是我们了解到这么庞大的投资政府给钱都会相对的辛苦，包括美国政府要丢下去，他也不晓得丢下去能不能回收基本上是白给了吧。那对于这个黄仁勋来讲，他就很着急，因为他很清楚现在 AI 的2大市场，一个就是中国，一个就是美国。那欧洲还不太成熟，欧洲的数据中心这种 AI 运算中心又小，那又落后，
所以它不是现在还不是主力的市场。那日本根本都是嘴巴整天在讲，没有看到人下来啊。那韩国也是这个一样啊，因为他们缺乏最重要是 AI 的人才，但是 AI 要有庞大的工程师、庞大的软体人才，目前只有2个国家有，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其他没有了。那在这种竞争底下，黄仁勋当然很急啊。他说：“我看到中国明明是不落后啊，你又不让我卖给他，你限制我。其实就任何经济的角度来讲的话，政府管制干涉民营企业，永远都有很大的成本跟风险。对，现在黄仁勋不要讲了，他光个人，他注意到他光个人的股份，辉达股份就赔掉多少？就赔掉300亿美金，啊，赔掉其他股东。”他不是独资的，其他股东加起来，他说要投资5000亿搞 AI 园区，是他早就在股票赔光了嘛，所以他哪有什么太多力气？所以他整体来讲，他会很着急，说这场竞争哦，看华为这样子来势汹汹，他很可能会输。我断定他输的几率也超过50%。哦，然后现在当然欧洲很急啦，欧洲说要把台积电哦这个再拐去欧洲哦，可是你就是第一个法国推出来的。AI 模型上线2天就鸣金收股啊！那你没有大模型，你是搞算力中心干什么？你这个算力中心，你还要去弄设计晶片，还要去找这个半导体制造厂，这个叫做本末倒置。中国是齐头并进，然后美国其实上是由大模型带出来这个辉达，由辉达带出台积电的。那中国是因为有美国的经验，所以一开始部署的时候就3管齐下。那欧洲目前没这个本事啊。所以我觉得黄仁勋的着急是有道理的啊，有道理。他觉得现在因为他是一只兔子被那个拜登跟川普压在地上睡觉，就看到一个很快的乌龟慢慢跑过来。是，相较于这个华为，我们看到它在各部门可以收取它的获利，但是辉达晶片它只能靠设计单一收入，确实现在黄仁勋的压力非常的大。那刚刚讲说华为嘛，各部门的收入还包括它在晶片的研发上面，它真的是火力全开。在晶片领域，我们要来看到最新的进度，就是它的 AI 晶片升腾910D，画面上我们看到传出全面取代辉达 H100，而且进入到最终测试了。另外就是它预计要出货的，包括它先前的这2款 910B 跟 910C 升腾 910B 跟 C， 超过80万片，也全面的进军到了国企还有字节跳动等等的企业。再来就是说 DeepSeek 2这个最新版本 R2 的大模型已经正式5月份问世之后，会全面的摆脱辉达，全部都使用 910B 升腾晶片。赖老师怎么看？现在完全的去辉达化了吗？我觉得有几个问题要思考。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晶片能不能经得起市场考验？我觉得经得起市场考验，也就是由使用者他来决定我要不要你的晶片。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现在的情况是，华为把它的升腾910D，它开始欢迎各界来试用它的晶片。那这代表什么？它有这个自信，它经得起市场的考验。所以 DeepSeek 很明确的已经开始在做测试了。那测试了以后，发现这一款晶片稳定、安全、有效、高效，所以它愿意采用这个910D，也就是最新的一代，因为它对标于 H100嘛。H100从这个英伟达买不到，那干脆就买自己华为的，而且华为的也经过试验以后好用，那他为什么不买自己的呢？所以我觉得当他DeepSeek 可用、好用，其他的慢慢的也就会仿效。那 H100在中国大陆就彻底失去市场了，之前是被禁止进入中国，未来即使解释禁止了以后，说不定也进不去了。因为接着要考验的第二个，那也就是说谁比较便宜的问题。谁比较便宜，那当然就涉及到良率的问题。那华为的晶片要能够走久、走长、走远，当然就是良率要提升，要有赚钱。可是目前来讲，我们所看到的，全世界这个有关于晶片专家都已经笃定的确定了一件事，说华为的晶片已经开始获利了。那这代表它的良率已经突破40%以上了。目前华为先把它的目标定在60%，也就是说，破了40%，它本身开始有获利，到60%的时候，它的获利就越来越高了。如果它能够像台积电一样到80%以上，那它的获利就非常的丰厚了。可是问题是，台积电不设计的，台积电是生产制造，
可是华为是设计，然后它跟中芯国际合作，他们本身又能够把良率提升到这个程度的话，那这些利润是全部都是留在中国大陆。而对于美国来说，除非他把台积电整个搬走嘛，那问题是台积电搬到美国的时候，可能它的竞争力就不够强大了。它在台湾有竞争力，它到美国不见得有竞争力。但是华为如果它的我们刚刚讲的假设是对标于 H100的话，它的本身的良率拉到这个高的60到80，那它就有竞争力了。那台积电怎么办？也就是说，对于华为来说，它并不是只是国内使用而已。当它有竞争力的时候，它当然会卖到国外去嘛。那刚刚谈到了未来的有潜力的市场，例如说欧洲也要走 AI。欧洲原本被美国人忽悠过去了嘛，因为美国人跟他说要很多的钱，要很多的科技人才，哎呀，你们是不可能的事情啦。所以 AI 一定要依赖我美国，就好像 GPS 一样。可是 DeepSeek 就告诉欧洲人说不是这样哦。不是这样子哦，因为我可以完全用另外一个方式，便宜的一样可以做得出来。欧洲人突然间觉得有了这个曙光，有了光明，那他也要发展 AI，那未来他也会需求，那就大家在比拼了。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黄仁勋的焦虑不是商场上的战略应用，而是他真的觉得这是很有可能辉达会被中国大陆彻底击败。是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辉达很紧张。除了辉达很紧张，其实还有一个公司也非常的紧张，就是艾斯摩尔这个晶片的设备龙头制造商，欧洲国家。我们现在看到荷兰的这间艾斯摩尔，它最新呢看到它的第一季新的订单出炉了，暴减了45%，欧股应声直接重挫6%。业界预估就是受到川普的关税战，导致客户的采购现在变得比较保守，而影响了它的订单的表现。那其实呢，这位总裁他们的 CEO 他曾经被问过说，会不会担心你的 EUV 被入场给追上？他当时还说，我不太相信中国可以跳蛙式超越欧洲国家。但是又被问到说，有关于欧洲这个政府的表现，他也批评政府，他说欧洲不该被他人指使，指的就是美国。他也对于欧洲政府表示很失望，就是说如果真的继续这样下去，可能艾斯摩尔就要走人，就是离开这里，离开荷兰了。张健老师怎么解读现在欧洲国家面对有很多的担忧地缘政治尤其？我想艾斯摩尔应该要更去担心它的光科技的工艺被取代。这个出走其实根本不是重点，如何保持技术领先、市场占有率跟优势？现在因为政治的缘故压制它，所以让它订单大减。但是呢，它有很多时候它还是心态还是必走自身。到了最后一定卡死自己。这个现在中国大陆基本上很多地方都是就是弯道超车，也就是说利用新的科技，然后呢去取得同样的技术档次。其实这个是有历史可循的。我们只要知道，任何一个企业只要抱残守缺，不再求进步就是覆灭的开始。Nokia、Netscape、这 Kodak。这个胶片都是这样，新的来了，他们不愿意尝试，总觉得我原来能固守的地盘。ASML 现在就是这种心态，所以呢，他呢就是说，因为中国大陆当年从美国这个引进这个燃气涡轮机那个 gas turbine 的时候，发现美国把所有之中，包含每个叶片、每个螺丝都申请了专利。所以后来他们用了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这个除了物理的原理你不能申请专利之外，它硬就是造出另外一个燃气涡轮机，而且跟美国的设计完全不一样。那现在呢，事实上中国大陆就在走这条路。到今天为止 ，ASML 还没有想到这个危机感。我觉得他真的是就是说没有看清楚真正未来它覆灭的方向是如何。有人讲过说 ASML 当初卡住因为跟着美国人一起来卡住这个中国大陆这个科技的这个发展，尤其做光科技这个脖子的时候，人家说应该怎么说？他说人家应该送他一个齐白石画的螃蟹，为什么呢？齐白石画的螃蟹底下有一段是看你横行到几时，知道？事实上就是如此，科技是现实的，所以说你要是必走自身抱残守缺，到了最后必然覆灭。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